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呢就在苹果发布会之后的现场啊。现在我们上手面前的呢就是全新的 iPad Pro。这次 iPad Pro 呢有4个大升级啊。刚才我发了一个竖版的小视频，现在呢来做一个横版的视频，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大改变就是它的外观变得非常的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面前呢，这应该是一个13英寸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有多薄。这款它的厚度应该是降到了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.1毫米，就应该是从接近6毫米降到了5.1毫米。如果你自己上手体验的话，我把我自己的手指放在旁边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能看出来它有多薄吗？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全新的 iPad Pro， 我现在手里的是一个11英寸的版本，这是一个深空灰，深空灰色它还是更容易沾染指纹，大家能看到吗？但是不得不说，今年的这个厚度是真的很薄，而且它的重量真的很轻。边框的宽度呢，我给大家放在这里感受一下，边框的宽度似乎是没有改变，整体比例呢，发布会的时候。我觉得这个发布会的时候，感觉它好像变窄了一些，但是我自己实际上手，似乎比例应该是和现在是保持一致的。好了，现在大家看到的呢，就是全新的13英寸和11英寸对比。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下，这2款iPad 它们的屏幕比例还是不同的啊。13英寸跟之前12.9一样，它的宽度要更宽一些，而11英寸呢，它要更窄一些。新款的 iPad Pro 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，就是它终于支持了 OLED 屏幕，而且它的这个 OLED 屏幕呢，也不是一个普通的 OLED 屏幕。它拥有1000尼特的平均亮度，拥有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同时呢，拥有1到120赫兹的一个自适应刷新，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强的一块 OLED 屏幕了。而且就是因为这次屏幕的升级，它才可以把屏幕做得很薄，然后让这个整体的 iPad 的厚度变得更薄。而且据说这块屏幕的整体的功耗也会非常低，从而去提升这块平板的续航表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呢，就是这次的纳米涂层屏幕的 iPad Pro。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光线吗？我给大家看，你这个灯光看了吗？在屏幕是反光。我现在把这个灯光的光影放到边框上，能看出这个差别吗？纳米涂层的屏幕呢，通常来说就是抗反光性更好，要适应一些比较光线环境比较差的这样的场所。但是它的缺点呢，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对颜色显示产生一些干扰。所以我自己目前在家呢，其实是不太推荐大家，如果不是那种场景特别严峻的情况啊，我其实不太推荐选择这个纳米涂层的。当然，这个还是根据大家各自的场景来观察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面前的呢这2款，左边这个就是纳米涂层玻璃的这个屏幕，右边这个呢就是普通的 OLED。我现在呢选取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出是差别吗？它们2个，看这个灯光进入到这个左边这款的时候，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射了。这次的后视镜头改变了应该说是一个小小的减配了。从之前的双镜头，一个主镜头，一个超广角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单镜头，也就只有一枚1200万像素镜头。然后这个小黑圈呢，它是一个雷达激光扫描仪。这个小黑点呢，我刚才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啊，它是触痛，就是显示真实色彩反应的那样一个传感器。款的银色版本啊，我依然认为银色版本呢，它是一个更好看，同时也更不容易沾染指纹的版本。这次 iPad Pro 它的芯片升级到了 M4， 上一代呢是 M2， 可以说直接跨级跨越了中间的 M3， 升级到了 M4， 带来了更强大的 AI 性能。这个部分到后边给大家测试一下。同时呢，我手里现在拿的呢是全新的 Apple Pencil Pro。这根 Pencil Pro 呢，它这次虽然说外观上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啊，但实际上增加了2个新功能。第一个功能呢是它增加了挤压。同时呢，第2个它增加了这个震动反馈。比如说我现在挤压这个笔尖，大家看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来选择不同的笔触比如说我现在选择这根笔，然后这根笔呢，你看它依然支持悬停，看到了吗？然后当我旋转笔尖的时候，看它也是支持跟着我悬停来旋转的。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画，然后再这样旋转过来，这样画，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调整笔触，从而去画出不同的线条。这是这次 Apple Pencil Pro 的一个升级。这次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呢，就是它的妙控键盘妙控键盘采用了全新的设计、全新的材料、全新的颜色配色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一排功能按键都有什么作用啊？首先这个就跟 MacBook 上的几乎相同，这个是调整亮度，大家看，我现在按这个钮，它是上边和下边是有一个改变的。然后这个钮看看，这是一个
进入多任务后台的钮，看到了吗？在这里我可以一键进入多任务后台。然后这个呢，这是 Spot Search， 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短按是我看看，短按是没有反应的，长按的话右下角会出现 Siri， 然后这个位置右上角会出现一个小月亮，这是勿扰模式。然后这个是播放的时候它的播放暂停以及快进和后退。然后这个位置呢是静音，看到了吗？我一按这个位置，它就静音了。然后这个是音量大小键，哎，这是音量大小键。这个是锁屏，我试试啊。哎，锁屏了。这次有一个改变，就是它的这个面板啊，从之前的类似于塑料材质，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金属材质。现在摸上去是冰冰凉的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应该是一块玻璃的触控板。我给大家对比一下，现在下边这个呢是老款的 iPad Pro 的 Magic Keyboard， 上面这是新款的哦，所以说它是宽了一点点啊。这个如果不对比的话看不出来。然后另外这个位置是塑料材质的，这个已经有一点硅胶塑料材质的，已经有一点点发黄了，看到了吗？那铝合金应该能够避免这种发黄的情况出现。哦，目前这个阻尼感还是很好，它到后半部分会有一个助力，大家看到这个位置，哎，会有一个弹起，看到了吗？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呢，这个就是黑色的妙控键盘啊，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黑色版本呢。铝合金的部分我目前看就已经有一点点沾染指纹了。然后这个触控板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已经有很明显的指纹痕迹了。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黑色版本的话呢，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白色。今年白色的一个变化呢，其实就是不像之前那么纯白，而是变成了像金属一样的原色。我现在给大家把这个折叠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效果啊。这个是黑色的这样一个效果。其实上手还是有分量的。我现在说不好它到底比那个老款轻了多少，回头我给大家测试一下。然后它的这个中间金属转轴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是一个亮黑色的，其实是一个深黑色的，但是在光线下会变得很亮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面前的呢就是新款的全系列的 iPad Air。今年 iPad Air 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改变呢，就是除了之前的11英寸之外，这次新增了一个13英寸的版本，也就是新的这个13英寸要比之前 iPad Pro 12.9英寸的那个屏幕还要更大一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全新的蓝色啊，浅蓝色。这个蓝色呢也有一点点浅灰色的那种效果，在不同光线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蓝色。这个是我今年个人最喜欢的浅紫色。哦，这个紫色应该是过去几代紫色里我认为最好看的，要比之前那个 iPad mini， 我现在看要更好看一些。我再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紫色。然后这两个呢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星光两兄弟啊，星光色。这两个呢，就是深空灰两兄弟。好了，我现在呢把紫色的小尺寸的 iPad Air 举在手里给大家看一下，不同光线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年呢 iPad Air 它的整体的边框并没有改变，跟之前的表现呢几乎相同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在苹果发布会现场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上手体验内容啊。这款产品呢，我会在之后好好的测试评测一下，给大家一些购买参考啊。大家等我的视频。